当我被推进产房时，竟发现那位医生竟是我的前任。我急忙扒拉着护士，央求他赶紧让我晕过去，可似乎已经来不及了。他拿着手术刀，眼中闪烁着怒火，冷冷地盯着我，说道：“咱俩离婚还不到1年，你就生了？看来你的新老公确实比我强啊！”他的一只小脚突然狠狠地踹在了我的肚皮上，那疼痛让我瞬间失去了理智，直接爆了粗口：“你大爷的陆晨，赶紧把你儿子给我拽出来！”我再三叮嘱，千万别把我送到市中心的妇科医院，稍微绕点路送其他妇科就行，就拐个弯的事儿。可出租司机却懒得绕路，直接开进了市中心那家，还美其名曰这里的医生接生很厉害，让我放心生孩子，别担心。说实话，如果这里没有熟人，我或许还真能安心。但我前夫就是他嘴里的医生，当初离婚时他哭得那般撕心裂肺，我可不忘。我们结婚2年了，一直没孩子，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他的问题。我妈知道后，硬逼着我和他离婚，说现在还年轻，再找个能生孩子的过一辈子。我不太赞成，虽然我和陆晨是相亲认识的，一开始没什么感情，但2年下来，我们俩相处的还挺融洽，各忙各的。嘿，各干各地，就这么轻易的离了婚，太不负责任了。但我妈不这么想，她说陆晨有问题，还跟我结婚才是不负责任，然后以性命要挟。没办法，我就提出了离婚。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陆晨原本一丝不乱的头发散落下来，胡茬邋遢，满眼通红，蹲在角落里，哭兮兮地看着我发给他的那条短信。见我回来，他立刻冲了上来，摇晃着我的肩膀，不停地问我：“一定要离婚吗？一定要离婚吗？”我点了点头，不敢看他的眼睛。我们领养孩子不行吗？或者做试管，或者我多喝中药，总之只要不离婚，什么都行。我摇了摇头，有些嫌弃：“你有问题，不能耽误我，就这样吧。”赶紧签了协议。好在我们结婚没多久，没什么可分的。说完我就开始收拾行李，收着收着，不知怎么回事，我俩就吵了起来，接着吵着吵着就滚到了床上。他说睡完这一觉他就彻底离开，但我没想到，在我和新的相亲对象约会时，直接吐在了餐桌上，大肘子都吐出来了。相亲对象被我恶心跑了。我妈担心我身体出了毛病，赶紧拉着我去了医院。到了医院才发现我竟然怀孕了。然后我妈这个厚脸皮的又开始让我找机会和陆晨复婚。我脸皮薄，没脸见他，更何况是我不道德。他有问题时我拍拍屁股走人，他没问题了我又屁颠屁颠回来，我能干出这种事吗？而且那晚他有多狠，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在床上足足躺了3天，才去民政局办了离婚。当初他还满脸笑意的送了我一个祝福，祝我遇到一个比他还厉害的。现如今可好，直接跑到他手里生孩子了，母子俩估计都快危险了。从产房出来后，我约了车赶紧回了家。坐月子的第3天，陆晨拎着水果香蕉来看我，放下赶紧走，你不会还对我念念不忘吧？我没好气的对他说，我们虽然结婚2年了，但我敢保证，顶多就是同居加床友的关系，肯定上升不到爱情。当初离婚时，我还以为他是自尊心放不下，才对我死缠烂打，可现在这种情况，莫不是要复合？那可不行，好马不吃回头草。再说他那么要面子，会这么作践自己吗？那倒没有，就是想看看前妻的新老公到底有多厉害，是我姿势不对，还是速度跟不上？我就说吧，孩儿他爸呢？打牌去了，喝酒去了，还是钓鱼去了？陆晨把东西放下，拿出一根香蕉，剥开皮自己吃了起来。我白了他一眼，合着我就配不上那好东西呗？关你什么事？陆医生爱纠缠的毛病还是没改啊？他的脸瞬间阴沉下来，往我身上扔下一沓亲子鉴定书。孩儿他爸估计正在吃香蕉呢，你说是吧？孩儿他妈，我去你大爷的！既然都知道了，还装什么装？不用我解释，一张亲子鉴定就能证明那孩子就是他陆晨的，也不用多说，就是当时的老医生误诊了。现如今一家3口都在，不如就开门见山的聊聊吧。我不是爱拖延的人，问题来了就赶紧解决。我看向陆晨，他正悠闲地吃着香蕉，一根接一根，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儿子躺在床上咯咯直笑，也没觉得气氛有什么不对，表面上看还挺温馨的。但我是好马，不可能回头的。我微微侧头，用手推了推儿子，说道：“儿子，你都快出生1个星期了，可不是刚来到这个世界呢。快说，你想跟谁啊？要是跟我呢，以后你就有好多好多漂亮妞；但要是跟那个爱吃香蕉的家伙，那可就说不定了。想当年我能和他结婚，纯粹是因为他的颜值还说得过去，后来才渐渐在生活习惯上变得合适起来。结婚之后，他整天忙着工作，都没时间照顾我。好在我是那种对浪漫过敏的人，也没对他要求那么多。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儿子，不得什么都给他最好的吗？要是让他带孩子，那指定得1天3顿都吃医院食堂的饭了，还不如我点外卖呢。”我话刚说完，陆晨就重重的打了个嗝。我一看，心中暗喜，赶紧又加了一句：“完了，宝贝，看这么多香蕉都没吃饱，说不定以后饿极了，他还能把你给吃了呢。”接着，儿子好像是听懂了我的话似的，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心里那个得意啊，嘿，成了，儿子归我，香蕉归他。我抱起儿子，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孩子越哄哭得越厉害。我无奈地看向陆晨，
只见他拿出手机，打开了百度，搜索如何哄不到1个星期的孩子不哭。我真是服了他了，我还以为妇科医生至少能知道怎么哄孩子呢。后来我只好打电话叫来了我妈。至于陆晨他妈那边，我让他先瞒着，别让他知道。毕竟当初2个妈妈闹得那叫一个不愉快，要是他们都来了，估计这孩子就得被分成2半了。我妈来了之后，一看到陆晨就一个劲的献殷勤，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俩复婚。陆晨轻轻嗤笑了一声，在关门前说了一句：“阿姨凭什么觉得我会再要你女儿呢？我现在年轻又能干，想给我生孩子的女人都能从这儿排到法国去了。”我妈气得说不出话来，我抬手就把枕头扔了过去，大声喊了声滚。然后我去哄我妈，没想到我妈竟然来了一句：“陆晨跟你离婚后怎么越来越帅了？你说要是你们生个闺女，是不是长得就跟那个明星一样？”我妈简直就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只要能达到目的，脸面都可以不要。在我熟睡的时候，我妈竟然直接抱着儿子去了陆晨家认亲。陆晨他妈一个电话打过来，让我把我妈和儿子给领走。我无奈的打车来到他们小区楼下，一点也不意外，他们家是老小区，电梯又坏了。看着面前的步行梯，我直犯愁。我身体还算硬朗，但生完孩子才1个月就进行这么大运动量的活动，确实有点艰难。可一想到陆晨妈妈那张凶狠的脸，我一咬牙，还是爬了上去。当初是我们家态度坚决，陆晨不愿意离婚。陆晨妈妈爱面子，尽管陆晨不愿意，还是强硬的逼着他签了离婚协议。最后还说我们2家最好不要再有什么瓜葛，见了面不吐口唾沫，就算是他善心大发了。我妈也是，2个人吵得那叫一个凶，都说自己有理。总之，我和陆晨的婚离得挺不太平的。现在我妈又开始折腾了，觉得我生了孩子不好嫁人了，又想让陆晨把我娶回去，甚至说倒贴10几万负责儿子以后上幼儿园的钱，只要陆晨愿意复婚就行。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到了6楼，就看见我妈抱着儿子一个劲儿的让陆晨妈妈看，可他妈妈根本不看，一脸嫌弃。说真的，她是我第一个见到的不喜欢自己孙子的奶奶。我走进门，我妈就喊我过去道歉。江青，赶紧过来跟婆婆赔个不是。我妈一边招呼我过去，一边陪着笑脸对陆晨妈妈说：“亲家，2孩子年龄都不小了，现在孩子也生下来了，就当之前的事是个笑话，让他过去吧。我们做大人的不都是希望孩子过得好吗？那时候我也是没办法，总不能一辈子不抱外孙子吧？您说呢？”陆晨妈妈脸色很难看，嘴里说出来的话也很难听，直接后退2步，指着我和我妈大骂道：“哦，你孩子是孩子，我孩子就不是孩子了，被你家闺女气得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脸都被你闺女给丢尽了。现在你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啊，还真当我家儿子好欺负啊？能把你外孙子给你完整接生下来就不错了，想让他俩复婚，没门，除非等我下去再说。我儿子后面排队等着跟他结婚呢。你们该找下家找下家，该自己养自己养。这亲孙子我们可不带了，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闺女，说不定亲孙子也遗传了你们家这种狼心狗肺的脾气，我们养不起。”我妈在他身边就像只蝼蚁一样被骂，但依然一副热脸贴冷屁股的样子。哎呀，亲家，你说这话就过分了。当初是我逼着江青离婚的，我闺女性格还是很好的，是我不好，跟闺女没关系，你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怎么能做到这种地步呢？为了让我嫁出去，她竟然可以这样低声下气，人家都将手指对到了我的鼻子跟前骂开了。我赶忙上前拽着我妈就朝屋外走去，这脸丢的那滋味简直没法提。我妈还一个劲儿的跟人家赔不是，我气得愣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直接拦下一辆车，头也不回的走了。我妈在旁边不停的嘟嘟囔囔，停都停不下来。等回到家的时候，我终于崩溃了，朝着我妈大声吼道：“有这必要吗？我又不是没人要，现在离婚还带着娃的女人多了去了，靠我自己也能把日子过好，怎么就非得这么低声下气的呢？”我妈把孩子哄进卧室，拉着我坐在沙发上，她跟我讲了好多，语重心长的。她说：“孩子被人骂成野孩子，你能跟人家解释清楚吗？”她说：“孩子问你为什么别人有爸爸而他没有，你能跟他解释清楚吗？”她说：“有多少男人能不介意自己的女人带着别人的孩子跟自己过一辈子？你能找出几个来？”我知道她说的这些都是她自己经历过的。我是我妈一手拉扯大的，从小就没见过我爸，我见到最多的就是我妈牵着我的手去跟一个又一个男人相亲，最后每次都不欢而散。我一时语塞，看着我妈的泪水一滴一滴的落下来，却完全帮不上忙。妈，你说的都对，可你知道吗？我想好好过日子。经过这些事儿之后，如果真要复婚，我跟陆晨还能幸福吗？她看着我，嘴唇微微张了张，不会，但至少会比现在容易些。我摇了摇头，妈，怎么可能会容易呢？我和陆晨本来就不是因为爱情才结的婚，能在一起过日子，纯粹是因为2家大人的安排。现在闹成这样，要是再复合，那怎么可能呢？还不如再找一个，说不定比跟着陆晨强多了。我让我妈给我些时间，我相信总会遇到一个合适的男人的。或许他离过婚，或许年纪已经40了，或许也有几个孩子，总之总会有人愿意接手我这烂摊子的。我妈希望我能幸福，我等不及了，所以就把相亲安排得满满的。果然，红娘了解了我的情况后，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的质量就比之前下降了好几个档次。我看着面前这个只有一个发连的男人，心里直犯恶心。我有个儿子，我开门见山的说道。他听到后笑了笑，点了点头。我知道，我也有个儿子。
我有工作，有房子，收入也还不错，就是想给孩子找个爸爸，仅仅是爸爸而已。我说的很直接，我知道来相亲的这些人基本都不是奔着爱情来的。他听完后又笑了笑，那挺好，我觉得我挺合适的。他笑得很猥琐，我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他接着说道，那待会儿可以跟我儿子培养感情。这么快就要跟儿子培养感情了？我惊讶地问道，您儿子几岁啊？30。我靠，他儿子都30了，那他不得50了？我连摇头，这年龄差我可受不了，急忙想要结束这场相亲。正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大腿间突然传来一阵异样的感觉。我低头一看，竟然有个男人趴在地上，吓得我尖叫着跳了起来。啊，你是谁啊？趴在地上的男人憨憨地笑了笑，妈妈，妈妈，我是你的宝贝啊。他一边叫着，一边往我身上蹭，我躲都躲不开，就让他爸去劝他。可当我转头看向他爸的时候，却发现他正惬意地喝着咖啡。培养感情吗？怕什么？我真想一把薅光他头顶那几根稀疏的头发。他妈的，这人是不是有病啊？而且我身上还有个大男人，手脚不干净的乱蹭。别看他看起来憨憨傻傻的，力气还挺大，眼看着他就要碰到我的胸口了，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家咖啡店还是这老男人开的，服务员早就被他支走了。我心灰意冷，突然我看到了身着白大褂的陆晨。他妈的，拿开你的爪子！然后身上的男人就被陆晨一脚踹开了，紧接着又是一脚两脚，直接踹到了男人身上。说真的，我第一次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打人，还挺帅的。陆晨拉着我的手准备离开，路过相亲的男人跟前时，我停顿了一下。陆晨好看的眉毛皱了起来，怎么还想接着聊？他仿佛在说我是个大笨蛋。我白了他一眼，然后伸手就对着相亲那男人的头顶一抓，发帘就被我薅了下来。啊妈呀，是真头发！你就这么着急想给你儿子找个爹？陆晨脸色铁青，坐在主驾驶位置上问道。他刚才遇到一个在街上突然羊水破了的孕妇，所以急忙套上白大褂，简单做了个检查，发现没什么大问题，就叫了120。谁能想到不经意间一抬头就看到我被相亲男人的儿子乱摸的场面，他就跑了进来。我被他这么一问，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他说的对，我确实挺着急的，我要是不赶紧找一个人，估计我妈就要一直住在他家了。我点了点头，你不是还有个法国的追随者等着给你生孩子吗？你不也挺着急的吗？陆晨扭头看了我一眼，仿佛又在说我是个傻瓜。你去我家了？估计是他妈妈跟他告状了。我急忙又补充了一句，我可没有欺负你妈，也没有找你们要赡养费啊。怎么上去的？陆晨莫理我那苍白的解释，换了个话题。走楼梯啊，还能怎么上去？你们家那小区什么样，你不清楚吗？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扭头看我的那一眼，莫名的多了些心疼。他们两个上了年纪吵架，就让他们吵去，你掺和什么？你也7老80了？我摇了摇头，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怎么会想跟2个大人计较呢？要不是他妈妈叫我过去领人，我也不会见识到他们家的态度。我想说，我儿子不放心交给别人养，要不……我打断了陆晨的话，大声说道，我靠，你想抢我儿子？绝对不行，不可能给你，你就爽了一夜，就想把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孩子抢走，不可能！停车，停车，他妈给我停车！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和我儿子都已经睡了，家里一片宁静美好。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把我妈冰箱里炖好的汤热了热，又去赴了下午的约。没想到我又和陆晨偶遇了，他把车开在我家楼下，双手环在胸前，在车前等着我，头发打理得整整齐齐的，看起来很精神。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也是来相亲的呢。我从他身边走过，准备去拦出租车，不能跟他多接触，万一不小心被他算计，把儿子给我抢走，可就糟了。站住！陆晨对着我的身影喊了一声，我没有停下，加快了脚步。江青，你不停下来，那我就直接上楼了。哼，竟拿话来要挟我。他得偿所愿了。陆晨的确是去相亲的，他称是他母亲朋友的女儿刚从法国归来，自幼便对他倾心，如今刚毕业便急忙与陆晨母亲取得联系。知晓陆晨是2婚后，他并不在意，一下飞机便直奔咖啡店。他下车时，我的相亲对象告知因堵车，要稍后才能到，我便打算在店内等候。怎料如此巧合，竟只剩一张4人桌位。未等我拒绝，陆晨便拉着我坐到了那法国妹妹的对面，礼数周全地说道：“温宁，这是我的前妻，你不会介意吧？”我去，我怎能不介意？陆晨又不是初次相亲，怎会说出这种话？但我未曾料到的是，这法国妹妹也着实不简单。哎呀，是钱嫂子呀，这2年辛苦照顾哥哥了，瞧这脸色不太好呢。哥哥啊，净忙工作，都不关心钱嫂子，看把他急养的都不像40岁的人了，快跟我妈似的。哥哥以后可别这样对我哦。我才28岁，不气不气，气坏了没人陪。我强忍着怒气，灌下一大口咖啡，随后噗的一声全喷在了法国妹妹的脸上。啊，这咖啡怎么如此骚烧啊？没伤到你吧？
我阴阳怪气的掏出纸巾往他脸上蹭去。老娘就是故意的，我一个即将30的人，岂能被他一个小丫头片子给气到？早就看出他脸上的痘坑了，沾点咖啡，正好帮他清理清理。没事没事，钱嫂子你坐下吧，我去卫生间收拾一下。你刚生完孩子，脑子不太灵光也是正常的。法国妹妹拿着纸巾，扭着腰走向了卫生间。我靠，我这是败了吗？陆晨在一旁忙着查看手机上的资料，自从介绍了我之后，便无暇顾及我们了。所以刚才那一幕，他大概只看到了我往温宁脸上喷水的画面。他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我抢先开口，是你让我坐下的，他先惹我的，你可别上演什么男主护绿茶的戏码，不然我连你也喷。然后朝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看看桌上剩余的咖啡。只见陆晨抬手抽了张纸巾，轻轻擦拭着我的唇以及胸口咖啡渍的位置。脑子确实不太灵光了，喷别人还把自己弄得一身脏，我儿子能放心让你带吗？他这是什么意思？又想拐弯抹角的争夺抚养权。我推开他的手，自己去了卫生间，因为溢奶了，我还特意穿了深色的衣服。可陆晨一靠近，还是看见了。陆晨的眼神慌乱的不知该往何处看，手还习惯性的擦拭我身上的咖啡，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我赶紧进了卫生间，正巧碰到了赶来的相亲对象，还没出月子啊。他尴尬的眼神在我身上上下打量着，手还抵在鼻口处。我点了点头，那要不咱们下次再约？我又点了点头，那还有下次？他那表情分明在说我们没可能。我识趣，这种事本就讲究你情我愿，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他条件也不错，有车有房有收入，长相也算老实，能答应来这次相亲，估计是瞧在我与他不相上下，甚至略胜一筹的份上。温宁拉着我回到座位，美其名曰要做他们的见证人，我简直无语至极，让前妻当见证人的还真不多见。果然在外闯荡一番的人见识就是广。我不情愿的坐下，一个接一个的吃着小蛋糕。说实话，我还真挺饿的，一整天了，就中午喝了点我妈熬的鸡汤，没怎么吃东西。现在看到小蛋糕就挪不开步子了。钱嫂子还挺喜欢吃甜食的呀，哥哥就不行，他一点甜都受不了。我装作很有兴致的点头。陆晨确实很讨厌吃甜的，之前我公司推出新产品带回家让他尝，他只抿了一小口便兑了半瓶水喝了下去。后来我就不再往冰箱里放甜食了，免得他看见难受。我看见他难受我也难受，但我的甜度刚好适合哥哥，甜而不腻，你说是吧哥哥？温宁转眼便拖着腮帮子向陆晨献媚。我靠，给我上演这土味情话呢，谁不会啊？呸，我不会。他又赢了一局。陆晨抬眼瞄了我一下，然后重重的嗯了一声。哼，看着我嗯什么呢？看他的小甜妹去多好。我白了他一眼，继续一口一个小蛋糕。余光瞥见陆晨的嘴角微微上扬，随即又迅速放下。接着我面前的一排小蛋糕被撤走了。干什么？你们聊你们的，拿我的小蛋糕做什么？我不服气的看向服务员盘子里的食物，对着陆晨控诉。够了，再吃就该胃不舒服了。陆晨抬手让服务员离开，然后又继续看起手机来。不吃就不吃，那我就玩消消乐，时间到了再玩对眼睛不好。接着手机被陆晨拿走，塞进了他自己的口袋里。前夫，你们在相亲，我不在这里不玩干什么？我无奈地看向陆晨，不经意间瞥到他正在看资料。月子期间女性身材护理，刚生过孩子女性的心情调节，产子后的女性健康饮食，刚生完孩子吃5块小蛋糕可以吗？我靠，他在搜什么呢？陆晨察觉到我在看他，慌乱地按下了关机键。然后温宁打破了尴尬的气氛，附近有家新开的火锅店，呸，一家服装店，你陪我们去逛逛吧。不知温宁又想搞什么名堂，我果断拒绝了。我这个前妻在这待得够久了，再待下去会被别人说闲话的。不了，我还要回家带孩子，这种娱乐活动还是你们久别重逢的兄妹俩去玩吧。然后转身离开了咖啡店。刚出门，陆晨就跟了出来，我送你。我摆了摆手，我叫了车了，给你们留了单独相处的空间，这妹妹除了有点矫情之外也还行，祝你们幸福美满。接着不等陆晨再说什么，我上了出租车。这狗男人竟然这么快就有了目标人选，果然离了婚后的男人更受欢迎。车子到达小区门口时，我猛然想起我的手机在陆晨的口袋里。生了孩子的女人脑子都不太灵光了。我借了师傅的电话给陆晨拨了过去。喂，是我，江青，我的手机在。没等我说完，陆晨就打断了。我知晓，我还得再过一个红绿灯，即刻便能抵达。你在车内耐心等候，切不可下车，外面酷热难耐。接着便挂断了电话。他何时变得这般贴心了？将手机递给司机，便开始在车内闭目养神。未及5分钟，陆晨便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满头大汗，敲了敲我身侧的车窗。司机师傅脸上露出姨母般的笑容：姑娘，你这老公找的可真不错啊，这般大热天的还跑来给你送手机。我瞧了瞧陆晨满头的汗水，回道：确实是个好老公，可惜不是我的。随后下了车，陆晨在车内付了款。一路上我在前头缓缓而行，他在后面紧紧跟随，两人皆默不作声，但看陆晨那副欲言又止的模样。直至走到楼下，我停下了脚步。你有什么话直说吧，
倘若他开口说要孩子，我定会立刻给他一记耳光，先给他一个下马威瞧瞧。陆晨挠了挠头，开口道：“我想。”啪，果然是想抢孩子。没等他说完，我便扇了过去。他一脸无辜地看着我，捂着脸颊：“你打我？”手疼吗？他原本愤怒的语气陡然转变。我白了他一眼，还想用柔情手段。为了孩子，我软硬不吃。接着转身便朝楼上走去，还未进门，便听到孩子哇哇大哭的声音，拿钥匙的手都开始颤抖，怎么也对不准锁口。自从当了母亲之后，只要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内心便如被揪紧般疼痛，费了2、3次才总算打开了门。然而映入眼帘的景象却让我惊呆了。妈，你醒醒啊！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晕倒了？我无意识地晃动着母亲，可她却毫无反应。儿子在一旁尖叫着大哭，我急忙掏出手机拨打了电话。喂，陆晨，你快上来，我妈她好像没煤气了，你快上来，陆晨，你赶紧上来。我感受着母亲的鼻息，眼泪如决堤般不停地落下。怎么会如此突然？早上还让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相亲的，怎么回来就变成这样？胃癌晚期，1年前我就让你妈住院，她根本没当回事，给她开了些药，硬扛了1年。老太太的身体也算硬朗的了，就是你妈生了这么严重的病，你们家人都一无所知，哪怕她受了这么多，也应该能察觉到些什么吧。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还是个圆润的小老太太呢，你瞧，现在明显瘦了一半。医生的话语在我脑海中盘旋，空荡的走廊里突然变得喧闹起来。我拉着母亲的手索要棉花糖的情景，我哭着闹着寻找父亲的模样。我告诉她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刻，我与她的所有记忆怎就在这一瞬间全都浮现了出来。我心急如焚，在医院昏睡了2天，醒来之时是陆晨的母亲抱着孩子在窗边摇晃着身子。哦，乖孙子，睡饱饱，吃多多，长高高。我虚弱的开口喊了声阿姨，您怎么来了？陆妈妈委婉的转身，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看，青青，这孩子长得多好啊，白白胖胖的，跟陆晨小时候一模一样。我浅笑，我妈抱着的时候也说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但如今没人再记得我小时候的模样了，是可爱俏皮还是懂事乖巧，没人记得了。这小家伙可闹腾了，把我折腾得够呛，当时我妈心疼的好几晚都睡不好。话刚说完，眼泪便顺着眼眶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我怎么就没发现呢？这么严重的病，我哪怕稍微用点心也能早点给我妈治疗。好了，乖孩子别哭了，饿了吗？陆晨下楼给你买饭去了，吃点东西，你身子太虚弱了。我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没过多久，陆晨的脚步声传来。怎么样了？陆晨嗫嚅着问旁边的陆妈妈。陆妈妈也轻声回道，刚醒了一会儿，又睡过去了，估计心里难受。孩子你先抱着，鸡汤在家里炖着呢，我晚点再过来。随后陆妈妈便离开了病房。我睁开眼睛，陆晨正学着陆妈妈的样子站在窗边哄孩子入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般场景估计我妈看到了也会感到欣慰吧，毕竟看着我幸福是她一生的心愿。我看得入了迷，陆晨朝我走来，我都未曾察觉。他坐了下来，握住了我的手。江青，阿姨那边的事情我都处理妥当了，等过2天你身体好些了，我带你去看望她。阿姨生病的事情你别太过自责，她不告诉你自然有她的缘由。我点头，我妈向来如此，一直都很坚强。我生病时她各种药各种补品都喂我，她生病时却只是喝几天热水，她瞒着我也并非什么新鲜事。我难受的是这1年的时间我竟然毫无察觉，这1年我都在忙些什么？陆晨继续说道，从你家离开之后，阿姨找到了我，我应该是第一个得知她生病的人。她求了我一件事，拜托我好好照顾你，不管是以丈夫的名义还是朋友的名义，只要能照顾好你，叫什么称呼都无所谓。可能是因为我好面子，没有及时答应，阿姨就去了我家，被我妈刁难了一番，对不起。说到这里，她看了我一眼，我摇摇头，不怪你，你没有错。阿姨跟我道歉，当初离婚是她的想法，怕我们没有孩子走不长久，当时她也时日无多了，就逼着你跟我离婚。我理解她，但无法接受。我既然和你结了婚，就打算相伴一生，有孩子固然好，没有孩子也能享受2人世界。孩子不是束缚，而是爱。你身边没什么朋友，我想要不我们复婚吧。陆晨说的结结巴巴，有些紧张。我看了他一眼，心中不知是何种感受，只是有他在，心里格外安心。再等等吧，我妈刚走。在身体康复之后，陆晨将我送回了家。当那扇门打开的刹那，我满心以为是我母亲回来了，张口便喊出了妈。然而一转身却发现是陆妈妈，她先是微微一惊，随后应了一声嗯，便又继续忙起了手中的活计。我打算先把孩子放进卧室，等会儿再出来。刚踏入卧室，陆晨也跟了进来。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我妈在家除了打麻将也没别的事，所以我就让她过来了。我已经跟院长申请调班了，这个月基本上都是白班，白天有我妈在家，你要是想吃什么或者想干什么就跟我妈说，晚上有我在，要是有什么事你就找我，要是身体不舒服你直接在屋里喊一声，我马上从隔壁过来。别害怕，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他帮我把孩子放下，拉着我来到了客厅。我母亲已经不在了，而陆妈妈来了。她对我说，以后就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就行。之后，她每天都会熬很多大补的汤，还做了许多孩子的小衣服。怕我无聊又会想起伤心事，她还找来了几个小姐妹一起打麻将。晚上的时候，陆晨看着我先睡下，才回到隔壁房间睡觉。然而，从那之后，我开始失眠，几乎整晚都难以入睡。陆晨就会坐在我床边，给我讲他在医院遇到的一些趣事。但医院里又怎么会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呢？大多都是生离死别的场景。他说着说着就突然停了下来。我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局并不是很圆满，于是他又会换一个话题，或者找一些小说来给我讲。有一次，我睡下后又醒了过来，醒来之后就再也无法入睡，便起身去了客厅，东翻西找，找到了一盒很久之前买来的安眠药，倒了水，准备就着水吃几颗。突然，水杯被猛地抢走，安眠药一下子洒了一地。我惊讶地看着面前的陆晨，他那紧张的神情就如同看到了死神一般。你在干什么？陆晨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问我。我正要解释，却被他抢先了一步。你在干什么？别这样，别这样好不好？你不知道你离开的那一年我是怎么过的吗？你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一点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只能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待在病房，拼命的不去想你。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你的呼吸和味道，所以我才坚持了下来，直到再次遇见了你。不然，你以为我年纪轻轻就能获得那么多的荣誉奖项和职称是从哪里来的？又不是天上掉馅饼。现在你想干什么？要是你离开这个世界，我该怎么办？你人都不在了，我该怎么活？我坚持不下去了，一点也坚持不下去了。你不在的日子，每天都好难啊，江青。江青，你别这么自私，想想我，好不好？想想我，或者想想儿子，他那么小，你都不要他了吗？陆晨越说，身体越往下沉，直到蹲坐在地上，泣不成声。我蹲下身子，抱住了他。我睡不着，我睡不着，你抱抱我，老公，你抱抱我，我想妈妈了。他颤抖的身子紧紧地抱住了同样在颤抖的我。我母亲安葬的那一天，来的人并不多，毕竟我母亲只有我一个亲人，而我也只有母亲一个亲人。亲朋好友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所以母亲离世了，我也不知道该通知谁。陆晨一家人都来了，他知道我喜欢热闹，也知道我母亲喜欢热闹，所以请了一家戏班子，在我母亲的墓前唱了一出戏。跟着陆妈妈一起来的还有温宁，她就是当初和陆晨相亲的那个法国小甜妹。陆妈妈趁陆晨上班的时候跟我讲了这件事。原来温宁是她给陆晨安排的相亲对象，哪个做父母的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一直单身呢？所以她就自作主张地安排了这场相亲。可是后来才知道，温宁有一个法国小男友。她答应相亲，只是因为陆晨安排的一出戏，她想气我和别的男人相亲的事情。陆妈妈知道后，骂陆晨小肚鸡肠。我笑着迎合道：“就是。”陆晨则一把把我搂了过来：“那我小肚鸡肠，你呢？你这一年相了几次亲？”陆晨皱眉问道。我摇了摇头，伸出了手掌：50次。陆晨瞪大了眼睛，我再次摇头：50次。然后陆妈妈吓得连拍大腿：“哎呀妈呀，这媳妇可真能干！”葬礼结束后，我在母亲的床上躺了很久，拿起几年前给母亲买的手机，开机之后不小心翻到了一条视频。视频时长有好几个小时，前5、6分钟都是我母亲拿着手机不停地翻转摄像头或者摆弄其他东西的画面。从第7分06秒开始，母亲的脸才出现在画面中，但可以明显看出她非常憔悴，脸部都凹陷了，头发也白了好多。我捂住嘴，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继续看着视频里的母亲对着摄像头说话：“青青呀，中午那碗鸡汤，你咋就只喝了那么一丁点呢？难道是妈妈放盐放多了？哎，人老了，这手呀就是不听话喽。对了，刚才我醒来那会儿，瞧见你慌里慌张的出门，都没来得及跟你讲，可别忘了带上吸奶器啊！你老是丢三落四的，要是到时候奶水一出来，在大街上，那得多尴尬啊！你这丫头总是这么粗心大意的。哎，要是陆晨在就好了，他多细心呀！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把你养胖了好几斤呢，脸都圆嘟嘟的了。也不晓得他每天给你带医院的饭菜，咋就能把你养得脸上肉乎乎的呢？瞧着就喜庆，你笑的次数也多了些呢。说起陆晨呀，妈妈真的对不住他，但要是让我重新来一回，妈妈或许还是会这么做，毕竟妈妈是个自私的人啊。只要能让你后半辈子过得好一些，这坏人的称号落下就落下呗。青青啊，妈妈知道你没那么爱他，也知道你从未认真爱过谁，无论是结婚还是去相亲啊，都只是为了让妈妈安心罢了。对不起啊，青青，妈妈拖累你了。你一心扑在工作上，就想给我们母女俩好的生活，买了车，买了房，还给我买了那么多我都看不懂的补品。可是妈妈就只想看着你幸福呀，只要你幸福就好了，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幸福也好，至少要比妈妈幸福吧。哎呀，妈妈身体有点不舒服了，先缓缓，等会儿再说啊。青青啊，你是不是也觉得妈妈挺坏挺自私的呀？逼着你结婚，又逼着你离婚再复婚的，完全不顾你的想法呢。哎，可是如果这样能让你下半辈子过得不那么艰难的话，妈妈就这么坏着吧。这世上哪个人不是自私的呢？哪有当母亲的不自私的呢？至少有个可靠的人在青青身边，
妈妈走的时候也能安心啊。下辈子我还做青青的妈妈吧，总觉得这辈子给青青的爱还不够呢，下辈子再好好补补，看来真的不行了。妈妈难受得很呐，还有好多话想跟青青说呢，还有好多对不起要跟陆晨讲呢，还想找你那嘴硬心软的婆婆玩几把麻将呢。你不知道呀，别看你婆婆嘴上厉害得很，我好几次都看见她在公园里偷偷的徘徊呢，手里拎着一大堆东西，愣是不肯进门。哎，谁活着都不容易啊，还是想说你去跟陆晨多聊聊吧，或者你求求他，实在不行你就服个软，看看他们家提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了吧。妈妈实在是太害怕了，太害怕了，要是你一个人带着儿子可怎么活啊？你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啊，哎，妈妈要说的话太多了，也说不完了，算妈妈求你了，你去找找陆晨吧，其他人妈妈不放心的。还有最后一句，陆晨爱你，他可太爱你了，感觉比妈妈都爱你呢，但妈妈最爱你了，妈妈的世界只有你，不爱你爱谁啊？但是妈妈真的很坏。我妈说完，脸上的表情像是疼得皱成了一团。视频中渐渐响起儿子的哭声，接着画面就一片漆黑，紧接着就听到哎呦，我的乖孙子怎么又哭了？是不是想妈妈了？妈妈去给你找爸爸喽。乖孙子，奶奶来陪你了。然后就听到一阵叮铃哐啷的声音，一声重响过后没了妈妈的声音，儿子的哭声显得更加孤寂。整个视频时长将近2个小时呢，妈妈只出现了20几分钟，剩下的都是儿子的哭声。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陆晨走进来，我与他对视，他瞬间慌了神，手里的汤立马放到了旁边的桌子上，朝我走来。怎么啦？怎么啦？别哭了，眼睛该疼了。我哽咽着说，陆晨，那汤太咸了，鸡汤太咸了，比眼泪还咸呢。陆晨抱着我，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没事儿，不喝了，你想喝啥？我去给你做。我抬起头，对上他的眼眸，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吧。他的眼里又涌起一片猩红，就像当初我跟他提离婚的那个夜晚一样。值得，江青，别再说这种话了，这辈子我只要你，除了你谁都不行，不就是你没那么爱我吗？我再努力，就当是完成阿姨的遗愿，你跟我凑合过吧，行不行？江青，别再丢下我了，就一次，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你不知道，我有多少次都想把你绑回来，像电影里那样把你囚禁一辈子，但我不能。我从未知晓，陆晨对我竟然有着如此激烈的情感。我一直以为他和我一样呢，把婚姻当作敷衍各自父母的借口。其实，如果要排序的话，妈妈排第一，陆晨就排在了后面。他怎么会不重要呢？只不过在妈妈面前显得分量轻了些罢了。我摸了摸他的耳垂，那就凑合过吧，我会努力的，真的。他把我抱得更紧了。好，我应声道，对不起，你受委屈了。妈妈，你看我算不算完成你的心愿了？我现在有自己的家了，听你的，我们以后会生几个漂亮的女儿呢。我名为陆晨，母亲期望我能成为一位名垂千古的良医，父亲则希望我能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孩童。我虽成为了医生，却未能名震四方，同时也并非格外快乐。与江青相亲的那一日，我刚从医院值完晚班归来，模样狼狈至极，脸都未及清洗，头发蓬乱，眼角似乎还挂着眼屎。但介绍我们相亲的人却说，女方心急，无法给我时间收拾自己。我暗自思忖，罢了，反正这只是第一次相亲，成功的概率本就微乎其微。况且我还不想结婚，就全当给母亲一个交代吧，便这般前往。到达约定地点后，他正坐在咖啡厅里，面前摆放着一台电脑，周围堆满了文件，显得有些杂乱。我缓缓坐至他身旁，静静地注视着他。他忙于工作，似乎无暇与我交谈。我仔细地打量着他，他着实平凡，眼睛不算妩媚，鼻梁也不挺拔，身材也并非特别出众，甚至鼻梁周围还分布着些许浅浅的痣。他的长发随意地用一根红色头绳扎成了一个乱糟糟的发髻，身着一身黑色的衣装，虽宽大，却显得十分利落。然而不知为何，我的目光始终无法从他身上移开，仿佛他身上散发着某种独特的气息，深深吸引着我。约莫过了10分钟，他终于开了口，您好，我叫江青，渴望组建一个家庭，我有车有房有公司，公司的收益还算稳定。我看过你的资料，还不错，医生这个职业挺好的，你觉得我如何？我其实时常有些优柔寡断，不然也不至于毕业工作后仍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医生这个职业。而他的直接以及对自我的清晰认知，让我心生羡慕。我稍作停顿，点了点头。他接着说道，感情方面可以稍后再谈，但我平时很忙，无暇顾及婆媳关系和邻里纠纷，恐怕做不好一个贤内助。但你放心，我也不会给你添麻烦，我基本都能应付。没关系，这些我可以处理。随后我们开始了约会。第一次是在医院的食堂，我们吃了炖排骨，他很是喜爱，说比他母亲做的还要美味。接着我们在地下室的车上亲吻了彼此。第二次是在医院的西食堂，吃了辣子鸡，他略微喜欢，却觉得不如长衡路口的那家好吃。随后我们在他家楼下深情拥吻，许久都不愿分开。第三次是在医院新开的窗口，吃了披萨汉堡，他并不喜欢，说他从小就对这些不感兴趣。我询问他缘由，他说因为吃这些会让我想起父亲。我不解，
披萨与父亲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他说，小时候在披萨店里见过太多匆匆而过的临时父亲，但最终他们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吃完了3个汉堡中的馅料。我知晓他是单亲家庭，从一开始便已了解，所以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不如意之事定然不少。我正欲安慰他，他却猛地抬起头。不过陆晨，医院食堂是有你的股份吗？我连忙摇头，没有。那你下次能不能换个地方？这里的饭菜都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我顿时感到羞愧，连连点头，对不起，对不起。随后他突然露出笑容，拉起我的手就往地下室跑去。在车里，我们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之后我们领取了结婚证，算起来大概相处了大半年的时间。结婚之后，他确实十分忙碌，我也是日夜颠倒，我们时常难以相见。但他会在早上上班前为我煎一颗鸡蛋，晚上睡觉前将衣服扔进洗衣机，做了一些妻子该做的琐碎之事。婆媳之间没有产生矛盾，邻里之间也未曾有过纠纷。虽说是我在处理这些关系，但实际上都是他默默地将堵塞的下水道、坏掉的灯泡以及邻居的份子钱等事宜都妥善解决了。丈母娘也时常来家里打扫卫生，做些饭菜让我带去医院吃，我也因此减少了在医院食堂用餐的次数。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完成了父亲的心愿，成为了一个快乐的孩童。然而有一天我不再快乐了，仿佛天塌地陷一般，手机上的那几个字将我的快乐击得粉碎。我暗自思索，为何我不行？为何我不能给他一个孩子？但为何仅仅因为这个就要离婚？他如此狠心，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的感情有所淡漠，但至少还是有的吧，不然他也不会尝试着为我清洗贴身衣物。离婚这2个字就这么轻易地从他口中说出，我苦苦纠缠不行，诚恳道歉不行，祈求他也不行。总之他铁了心要离婚。我深爱着他，但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了深深的恨意。那晚我仿佛发疯一般，他一直在哭泣，我全然当作未闻，只恨自己这个男人为何如此无用。结束之后我再也没有理他。3天过去，我们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我完成了母亲的心愿，成为了一位名留青史的医生，但却不慎将父亲的心愿弄丢了。我未曾想到江青竟然会出现在产妇的名单上，而且还是被救护车送来的产房。经过打听我才得知，她临产前还在外面忙着洽谈合作，挺着大肚子在城市中奔波，这让我气得不打一处来。难道是新老公对她不好，都快临盆了还让她出来工作？我迅速换上衣服前往产房，她依旧那般平凡却又坚韧。思念的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每晚梦中的人突然出现在眼前。我本想说句好久不见，但嘴比脑子快，说出的话却激怒了她。接生结束后，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话，赶紧把你儿子给老娘拽出来。我吓了一跳，儿子。随后便开始进行亲子鉴定，果然是我的孩子。我其实是想找他复婚的，但嘴还是胜过了脑子。那天的探望过程并不愉快，江妈妈生病了，她希望我们能够复婚。江妈妈离开的那一天，江青在电话中哭得撕心裂肺。我后悔了，我本应该早点告诉她江妈妈的病情，至少他们还能好好道别。江青身上的那根支柱仿佛瞬间崩塌，就如同当初我被她抛弃时一样，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骨架。我母亲很喜欢江青，说她不矫情，不吵闹，也不会吵着与他争夺儿子，而且即便再忙，每周也会抽出半天时间与他打麻将，性格直爽，与他十分合拍。但由于江妈妈的所作所为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复婚这件事在我母亲这里难以实现。后来他得知了江妈妈病故的消息，赶到医院时双眼通红，他说怎么也没想到中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难受的差点在医院昏厥过去。再后来复婚这件事自然而然地达成了共识。我并非没有遇到过其他女人，但我心中深爱的只有江青这一个。她伤害过我也罢，不爱我也罢，总之只要她愿意与我在一起，其他的都不再重要。